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来教给到大家的是水彩关于控水怎么取渐变色。首先的话我们来说，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样的颜色叫做渐变色，什么情况下是我们需要取渐变色的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个是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就是水彩的山水画。但是这种山水的话，我们离近一点去看首先第一点，我们颜色是有层次的，对吧？首先由浅到深。那在前2节课程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取实色和取透色这样的一个区别了。那我们就可以把颜色的层次感带出来了，对吧？那就又一点它的边缘再去观察边缘是深色的，尤其像这样的越往前面的就是越靠近最外边这一层，我们去画上去的时候，它的颜色越重，然后是边缘重，边缘到下面这个位置颜色是越来越浅的，对吧？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线这个位置跟我们再去画上去的时候比如说我拿一支笔这样去比对一下，画上去的时候咱们下笔的方向都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笔尖的这个颜色是深的，然后到笔毛笔腹的位置的时候颜色呈现出来是浅的，以至于在画上去的时候我们直接能够一笔带出这样的很好看的一个效果它的中间这个地方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衔接感的，或者说即便是有，也是很自然的浅浅的淡淡的一个衔接效果。那直接能够一笔上来这样的颜色，我们就是靠着笔尖去取渐变色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那么再来看一下这种晕染的款式像这种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有给大家操作过的这样的晕染的感觉，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里石纹路的效果这样的效果的话，我们也是要去取渐变色的，然后让它呈现出来是边缘的有一点线条，然后在这个线条以下的位置是虚化开来的就很明显这个颜色边界线的这个位置颜色是深的，然后到这个后面的颜色是直接淡化开的，并不是我们一笔颜色画上去，然后另外一支笔去给它颜色洗一洗这样的感觉的，因为你在洗的过程中它的颜色会变脏，它并不会说呈现这样的效果。再其次说这样的方法它比较麻烦，不如说我们一步到位，只要你学会取渐变色，我们画这样的款式的话，就可以说一笔成型了看这个紫色的话也是这样的，它紫色上面的纹路感都是这种效果，只不过颜色我们取色不同呈现出来的感觉不同。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和我手上的这个花，它也是需要我们笔尖去控制渐变色的。它的下笔的方向的话就是是冲着花心的一个位置这样去画，这样的话我们会把重色带在这个位置，而花瓣最外层的这个肩部的位置的话，它颜色是非常淡，或者说是乃至于是没有的如果我们向着我刚才说到的那种错误的操作方法，也可能是宝贝们会直接把这个颜色都涂满，然后的话可能蹭到哪都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容易画完之后特别脏，不会是呈现出来这种非常干净的效果。那包括到我现在我手上的这个颜色也是，我下笔的方向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但是我画出来的效果都是边缘上很干净的，所以我们这个渐变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至于说取出来的这个渐变色的话，颜色深浅怎么控制我们一会儿会讲。首先的话，我们要控制渐变色的话不管是实色水彩盘还是说透色水彩盘，它取渐变色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的时候，我就随便去拿一个水彩去做举例就可以了我看我拿的什么实色盘那还是准备干净的纸巾以及清水，还有做渐变色一个关键这样的一个，我在做晕染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那我在做水彩彩绘的时候，可能我都是直接蘸水的这一点依情况而定。但我们这2种方法老师都会教给到大家首先的话，这个棉片怎么去用给它完全浸入到这个水当中去，然后你看它的吸水的一个状态并不说轻轻到里面点一下就拿出来了，也并不说完全浸入到里面之后我用力的把它攥一攥，并没有而是基本上已经吸饱了水的状态之下，并没有说
是那种水分特别少，但也不是说水分特别多那种直往下滴的水这种感觉啊。我们这种状态的话是刚刚好的啊，是浸了很饱的一个状态啊。如果我们就同一个方向给它垂下来的话，它会呈现出是这种滴水的状态。但我们给它均匀，这样去晃一晃，这样铺开的话，它不会滴落下来。然后这个我们放在哪里啊？调色盘的话，两边都有位置，我们尽量给它放到这边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水它不会直接扣到颜料上。一旦我们要把盒子盖起来的时候，所以说这半边我们先可以把颜料保护起来，然后再直接去扣它的时候，这个是接触在这个塑料接触在这个铁盒上面的，不会扣到我们的颜色上面啊，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所以说是放到这个位置啊。然后的话，我们在用之前还是要把笔先洗干净，对吧？这个是第一步。那清洁好我们的笔之后啊，我们去控制水分。我还是比较讲究说哪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先把颜料取出来啊。这一点是源自于说，如果我们直接到这个颜料当中去蘸的情况下啊，它会发生什么啊？什么叫直接在这个上面蘸？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刚才滴落到上面一滴水，对吧？就是这个蓝色，上面搅和了2下。然后我就不动了，我就把这支笔啊就拿起来，可能换另外一支干净的笔啊。再去洗一下水啊，这是另外一支笔了，我们就直接到这个里面来蘸颜色，蘸2下，然后去画，蘸2下，然后去画啊，画点什么渐变色啦，或者说画个纹路啦，画个大面积铺色啦。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水分在这个颜料当中，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慢慢渗到里面去。你取出来的颜色，它的颜色深浅是不可控的啊。不能说完全不可控，因为在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颜色会越变越深，而且你取出来的颜色有可能是特别浓重的，但也有可能是吸附上来的水分是特别多的啊。因为它这个里面我们刚才是滴进去了一滴水，那我第一次去蘸颜色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把这滴水又重新取到我的这个水彩这支笔上面了，对吧？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是想画一个线条的情况下，它的水量是很多的，而且啊，如果说那你看，比如说我这第一笔颜色其实还可以的情况下，我再去取啊，你看，其实没过多久，没过2分钟的一个时间，它这一滴水已经渗进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再去取的颜料，它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像我之前再去讲这个水彩的怎么操作说会起翘的这一点问题上面啊，给大家去讲过，就是说你颜色的话太浓的情况下，它也是容易开裂、容易起层、容易脱落的，对吧？它会有一定的把水彩能够取出来，你看像这样它是有厚度的，一是不容易干，二是非常容易就是说起层，容易不结实，所以的话再一个，我们想让它颜色变成特别浅、特别通透的效果的话，它达不到，因为它颜色在随着时间推移往下渗的过程当中，它的颜料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所以它颜色只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在我们操作一个颜色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颜料干嘛？先给它取到旁边这个位置上来啊，这个时候它是很浓的，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它笔上这个时候是有颜料的，对不对？我在旁边的时候再画一笔，它还会再带出来一点颜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笔洗干净的话，可能会比较浪费哈，这个时候比较浪费，那我们可以说怎么样啊？用指甲啊稍微取一点水滴出来啊，就这样的一个水滴，然后利用这个水滴我们去洗一下这个笔这样的话会把大部分的颜料都留在这一块，这样的话等到它一段时间过后，它这块干了之后，它会浓缩成一点点颜料啊，等它水分浓缩成一点点颜料，然后那个颜料就是你下次干点啥呀，做点晕染呀，做点那个其他的要干嘛还能再继续用啊。那么剩下的这些我们再给它洗掉，你看这个时候笔上的颜料就很少了，对吧？因为大部分都在这儿了，然后最浓的地方在这儿了，对吧？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再去洗笔啊，这样它就保持着一个比较干净清澈的一个状态，对吧？好了，这个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把颜料先取出来了。第二步的话呢，渐变色啊，我们要分2种，第一种是用这个清水去取水啊。第二点是用它
那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的话啊，我们的建议是可以等待这个颜料等它风干之后啊再去操作。基本情况下，如果我们取的颜料比较浓的情况下，它干的速度是很快的。你像这个加水加这么多的量，它干的速度肯定要慢一点啊。那像这种的话，我们基本上等到它一个半干的状态就可以去操作了。像这一坨怎么办啊？这一坨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当次使用完这盘水彩之后，然后你看它还没干呢，对吧？那你这个盒子就可以说先把这一面先盖起来啊，这一面先不要扣过去，这面扣过去呢，你这一滴流的哪都是了，对吧？那有可能会顺着这块再淌回去，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侧盖起来就可以，这侧留着，等它什么时候风干了，什么时候再去用啊。那首先来说这一块啊，在我收袜过程当中，你看基本上也半干的状态了，边缘的位置已经干了，是吧？那我们去讲这两种取色方法啊。来，第一种方法，我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水啊，我拿到大家面前，这样大家去看。首先我们先要保证我们这支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去取水啊。首先这支笔它已经是被我们清洗过后的笔了啊，也就是在清水当中有给它涮完之后了，这样在干净的纸巾上吸走。其次第二点，笔毛当中没有任何的颜料啊，它是一支完全干净的笔，不会因为笔上有任何的颜料去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取色。然后第三点就是它是比较干燥的啊，并不是说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成分啊。你看这种吸饱了水，那弹劾是再去取水，它只会取的更多，对吧？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洗完笔之后去给它进行充分的一个多在干净的纸巾上去吸几次。这样的话呢，我们洗笔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柔软啊。有宝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拿出来之后我不直接去控水啊，直接去操作？因为你的这个笔在我们使用过后，你给它可能说是给它存放完毕了，它这个笔毛当中，如果上一次你的颜料没洗干净，它会变得特别硬啊。但如果说洗干净的情况下，它相对来说也会有一点硬度，它不够柔软，不够有弹性，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洗一下，让它恢复弹性啊。这个的话，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说这个笔的时候有讲过，对吧？就不重复了。那所以说我们让它保持好这样柔软并且是比较干燥的状态啊，这样再去控制它的水分。那首先我们取这个渐变色的时候，水一定要少取啊，就像我这样轻轻的这样啊，其实这都有点多，我们再来轻轻的点一下就拿出来就是笔尖去取一点点。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你直接在水当中去控制水分去取水的情况下，它要比我们在这个海绵上取水要取的量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我是笔尖一点点，可能只有1/5的位置沾了一下水，但我要达到同样取水量的话，我可能在这个上面我需要按压到1/4的位置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取完水之后在这个颜料的边缘这样去蹭一蹭，一定是边缘这样去蹭不是在这个颜料当中这样去揉我拿另外一支笔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笔当中没有洗干净，进来一下就示范一下，拿这一撮去拿这块去示范吧假如说你是这样去揉颜色的，它呈现出来的肯定不是渐变色，我们要的是这样小面积小范围的轻轻的这样去取。它跟我们的这个调色盘它是呈现一个大概是45度的一个夹角，然后笔尖这样慢慢的往颜色里面去深入，这样它画出来的一个颜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假如说我是画一个这样的，看到没这个颜色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是这边深底下是浅的，对吧？那我们在做晕染的时候，一般来是什么？画一条直线取一下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或者说这样的线条，对吧？它都是只有边缘线的位置颜色会特别重，然后到后缘的地方颜色自动虚化掉，对吧？呈现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像我刚才那样
这样去揉完颜色，它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再给大家去看一下，你看它是这么去揉的，对不对？这样去揉的话，我同样的一个这一点，你看它的颜色呈现出来是一个上下很均匀的状态，而且边界线会很明显啊。我在这边再画一笔，它并没有说边缘重这边浅的一个感觉，它是两边几乎是颜色是很统一的，是一样的深浅啊，就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笔在颜料当中怎么压笔怎么取色就很重要的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二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直接靠它去控水，把这个我们擦掉。擦掉，等它上面的水分挥发，对吧？我们趁这个时间，先把两支笔可以都洗一下啊。快速的点一下水，在纸巾当中洗一下水分。好，那把这支笔洗干净，然后让它变成什么？干燥的状态，并且里面没有存有任何的颜料啊，所以把水分全部吸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到这个上面来点啊，这样去点一下，看到吗？其实这个就是1/4的取水量啊，就是在笔尖大概这个位置我们压下去这样去取，然后它呈现出来的颜色，看，依旧是渐变色。是这样的效果，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在不断的这样绘画的期间这个颜色它会变淡，这个是肯定的，因为颜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我们的笔毛当中颜色会越变越浅，含水量越来越少，它颜色越变越浅，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重新去取这个颜色，对吧？两种情况一个是颜色越变越浅，但是我们笔上的含水量你觉得还可以这个时候那你直接去取颜料就可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我们觉得颜色还可以，但是明显我们在拖动这支笔的时候，笔上有点干干燥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线条，它边缘会有一点点毛躁的感觉很难再拖拽出来就是很整齐的这个一条线就在我们这样去画这条线的时候，它边缘肯定是不整齐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里面的水分要没有了这种时候你就再到这个棉片上面轻轻的看到没？这个时候就不是这样去压了就是笔稍微朝上一点点我从侧面这样去给大家看轻轻的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里面有含水量，轻轻刮两下就笔尖一丢丢的位置，看到了吗？甚至于比我在取这个直接取水的时候，那个笔尖轻轻一点的那个点一下那个还要少，接触面积还要小一点就这样稍微刮蹭两下就可以了。然后你再会发现再去取的时候，它那个含水量又达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状态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取渐变色的时候，怎么样去控制它的深浅那你就像我刚才在做到给大家看到这个山丘，对吧？它的颜色从远到近，它的颜色色彩是有变化的，从远处这个颜色浅越到近处颜色就深这一点老师有给大家讲过，在我们前2节课程当中，就是同样的含水量之下，我们在一个颜料上面揉的时间越久，它呈现出来的颜色越深，相反它的颜色就会浅那我们重新把笔洗一下，给大家来真正操作一下，看一看把这个水分吸走。那重新我们用第二种方法，用它控制颜色，算了不管，填一下基本就可以了然后到这个上面假如就刮2、3下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你看就很浅，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容易带出一个小水珠，那就说明你笔上的水分还是多了。
这个多了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步在洗完笔再去吸收水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完全就彻底说吸干净啊，就稍微洗完笔之后到纸巾上蘸2下，你就直接来控水了。那这个时候笔毛当中还存有很可观的一部分的这个含水量，然后你再去取水，它肯定里面的含水量就要大一点，对吧？再有一点，那肯定就是我们非常直观的一点啊，直接就是你沾多了啊，压笔压的太往下了。因为我们在控水的时候，一旦就是你笔越往下啊，就是在这个海绵上它是很直观的，海绵上的话，你笔毛压的越往下，你取出来的水量就越多。而且我们多再去蘸几次的话啊，有可能大家有一个习惯，就舔一下觉得不够，再又蘸了一下啊，这个时候的水量就可能就是多了啊。再一个就是你压笔压的太往下了，还有就是我们直接到这个上面来，你看啊，像这样的取水量和这样的取水量和这样的取水量，就是位置的不同，它的取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好，这一点大家是需要注意的啊。如果说一旦不小心就是操作，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可能需要擦掉，或者说把它的这个水分稍微赶一赶往上啊，或者说另外一支笔洗干净的情况下，把水分吸走，然后你把这个小水滴给它吸一下，然后顺着你的这个纹路的方向再给它赶下来啊，这样去操作哈。那这个过后我们会给大家去实操啊，在我们怎么处理水痕那一方面。来继续给大家去讲这个啊，那同样的啊，我把这支笔洗干净，稍微取一点点，然后在一块颜料当中，我们去多揉一会儿，多揉几下，可能是3到4下啊，然后再去画。对吧？颜色明显比刚才深了，对不对？那我们再去揉几下的情况下啊，这就相当于是你看把这部分颜料基本上都吸走了，是不是？咱们这个笔吸颜料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颜色做的特别深啊。看有没有发现这一块之后它的面积又变大？就是刚才的话，它是只有边缘这个地方一条线深，这一笔之后，就是它这边变宽一点点了，然后颜色也有更深了，对吧？就这颜料我取的有点少啊，其实它还可以再取更深的颜色。再继续取啊，还是笔尖去取啊。你可以说按照这个方向，这样给它往下赶啊，给它赶过来，这样它就会充分的把这个颜料吃进到这支笔毛当中去。然后呢，这一笔的话，我就很难说去取了多少的颜料了。你看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笔毛这个时候吃的颜料太多了，水分相对于变少了，就它俩的比例有点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可能我画出来的它就稍微有一点毛躁的感觉了啊。这种情况下，你看就是需要我刚才说的这个现象了，稍微笔尖在这个上面轻轻刮2下啊，然后你再去看。没刮上啊，刮2下，稍微把这个颜色再添上去啊。假如说啊，我们想让它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这种颜色，就是有点接近于黑的啊，有这样几种方法，就是你把它这个里面可以调一点黑，或者说是啊，在这个如果要颜色不变的情况下啊，你就反复在这个地方，看到没？反复的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颜色本来我们是这样去画的，对吧？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稍微这样往下拖拽一点，一边拖拽一边横向的这样去给它啊，把这个形状再描一遍，这样的话它会变成颜色会特别深，这样去呈现出来啊，就这个感觉，对吧？它这边颜色就还是一个渐变色，但是它层次感就特别强，就是以此类推，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个效果。那如果说我们是画这个晕染的时候的线条啊，晕染时候的线条的话，其实它就是画那种直线呀，它就不是曲线了。画晕染的线条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再去随便刮了一下那个颜色，你看它呈现出来这个，首先这一下颜色就是很透的、很虚的，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想把颜色取得重一点的话，再取一点点重色。
出来啊，这个颜色多取一点。看它颜色可以再浓一点啊，浓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洗一下，看这个水珠现在变到这儿了。好，在做晕染的时候，这个线条啊，那我们就需要让它含水量，又少的同时，然后颜料取色又深啊，又浓啊，就这个感觉。那比如说我们在边缘取色，水量一定要很少很少，有的时候你在这个上面填一下，你都可能觉得还是有点多。一般做晕染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把纸巾这样对折一下，然后吸走一部分的水分，然后再去取。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线条哈，还是把笔压下来这样去画。你看这个时候水量看到没？还是有小水珠，说明什么？还是取水量还是多，再吸走一部分。好。我们这个时候笔毛相对于水分特别少，然后有的时候相对于比较干燥情况下，你这样擀一下，往下这样去擀一擀，一边擀着一边再去把它拖拽出来，然后它会出现这样的纹路感啊，这样的线，而且比刚才明显颜色要深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可以是笔尖轻轻去这样蘸两下，然后再去取一下颜色，因为蘸两下的同时里面又有水量了，对吧？再蘸两下颜色，就是避免就是刚才我们取完水之后，怕它颜色有改变变浅，所以说再去取两下颜料。就尤其做晕染这种小裂纹的时候，你要随着有的时候它颜色和水分的变化啊，去给它随机应变，做出这种改变啊。有的时候那个转折点，你就需要稍微去灵动一点，变化一点。有的时候无意间碰撞出来这个线条，那你就随着这个线条，你可能再压出来另外一个分支线啊，有的时候会变成这样。就无限的，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延长，把这个线条这样给它擀下来，它那个线条呈现，你看，有的时候做着它会出现这样的分叉，你就可以顺着刚才那个位置啊，再给它往下擀下来，看。这样的话啊，它就比较干净一点了啊。看啊，而且我下笔的方向大家要着重看一下啊。我一般在压这种线条、这种渐变的线条的时候，很难不是笔尖这样去画，我都是把笔稍微就是笔尖这样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啊，大概是笔头也是1/4到1/5这样一个尖端的这个位置压在这个上面。然后去挪动它的，然后如果说是你用笔尖去画的话，它是出不来这样的渐变色，而且笔尖特别容易错弯的哈。这样一个感觉的。好了，那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下节课再见。